今天啊，我们接着来讲娃哈哈这个商业帝国背后豪门恩怨的故事啊。其实当年07年9月30号啊，达能和娃哈哈签署和解协议还是蛮惊险的啊。因为就在双方签署完这个和解协议之后的几个小时，瑞典斯德哥尔摩仲裁院的仲裁结果就出来了，就是裁定娃哈哈全面违约。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你娃哈哈当时啊跟达能之间签署的商业协议规定的就是竞业之间不能授予这个娃哈哈的品牌使用，结果你授予了，而且在你自己的合资公司之外成立了那么多非合资的这个表外企业，从事的相关的行业，这些相关的行业都严重侵害了达能的这个商业利益。哇，这外面的雷声好大呀啊，电闪雷鸣。那么这个瑞典斯德哥尔摩这个仲裁院呢，当时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在西方呢也算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仲裁院呢。当时啊，娃哈哈呢也的确到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仲裁院去应诉去了。应诉的过程中，宗庆后其实承认了2点。第一点，他当时这个行为的确呢都是违反了竞业协议。第二点，就是在维尔京群岛，也包括美国的开曼群岛下面啊成立的那些离岸公司，都是他们宗庆后家族的。但是呢，他拒绝透露这些具体的股东的姓名。那么这些信息，假如说要是生效了的话，那对宗庆后也包括对娃哈哈的影响，那应该说是很大的，虽然谈不上致命的，也是很大的啊。所以呢，这6个小时应该说是还是蛮惊险的啊。我呢看完整个达能跟娃哈哈的这个商业之间的故事啊，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娃哈哈当时啊跟达能合作的时候，原本有一次机会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现代企业。我们说的现代企业是什么呢？多数情况下就是一个清晰的股权架构，最后通过上市变成一家公众公司。那么这样的好处那不言自明啊，因为你公众公司呢财务是透明的，然后你将来股权清晰的情况下呢，每个人的商业利益呢也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呢，宗庆后啊跟达能合作之后啊，没有走这条路。我猜啊，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当时啊这个娃哈哈跟他合作的时候呢，还是一家纯粹的国有企业，他只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理论上来讲啊，虽然我们都知道宗庆后本身实际上做的这家企业更多的就是他自己搞起来的啊。所以在99年改制的时候啊，宗庆后拿到了整个娃哈哈集团29.6%的股份。但是这个29.6%，在我看来，宗庆后可能认为仍然比较少，不足以体现他的贡献。所以呢，他跟达能之间啊，他还要通过另外的方式来为自己的家族谋福利。于是呢，他就选择走向了另外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在跟达能合资的娃哈哈集团之外成立大量的表外企业，而这些表外企业呢，全都由自己的家族控制。这些家族企业呢，在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注册公司以后呢，再以合资公司的形式回到中国，这样既可以享受啊中国合资公司的一些优惠的税收政策，同时还可以把自己赚来的钱，企业赚来的钱汇到境外去。那这个呢，对他来说啊，是自己利益最大化。但它的坏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娃哈哈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一个现代企业制度，它就变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家族企业。而这个家族企业在当时啊，达能跟娃哈哈分手之后啊，当时有一段时期，这个宗庆后还想通过这种私有化的方式，把那个杭州上城区政府手里的46%的股份呢收购回来，把整个娃哈哈彻底私有化。但实际上他可能低估了这个事情的难度啊，所以从2007年这之后，整个娃哈哈这家企业基本上的股权没有动，就是宗庆后占29.4%，然后呢，那工会占有24.6%，同时呢，上城区政府呢持有46%，这个股权结构一直没有动。但是上市的努力啊，他们是曾经做过的。2018年的时候啊，整个娃哈哈集团啊，把它这个工会持股啊，股权就给收回来了。其实这个股权呢，当时工会持股啊，算是这个宗庆后的一个首创，就是对员工来说，相当于一个福利股，就是说你的奖金啊，大概啊，就你干得好了，你拿这个福利股啊，来可以这个发奖金。据说奖金的数额跟他1年的工资的数额相差大概1/2，有的甚至差不多。所以很多员工都把这福利股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奖金的渠道。2018年的时候呢，娃哈哈呢就说回收，以1:3的比例回收，就你当时1块钱
买的这个股票，现在我3倍的价格回收。那么有人就认为娃哈哈是想上市，但其实啊，娃哈哈很难上市。为什么很难上市？就是大量的表外企业其实没有办法合并报表，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上市啊？更何况整个商业帝国已经形成了2个娃哈哈，一个娃哈哈就是我们说的娃哈哈集团，这个娃哈哈的集团就是杭州上城区政府占股46%，是吧？中庆后占股29.4%。另外一个娃哈哈就是娃哈哈中庆后的家族，在娃哈哈这个集团之外，控制着整个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全部产业。这些呢是差不多有上百家企业共同完成的。那么这2个娃哈哈实际上是很难合并的。那后面这个娃哈哈平时谁来主持和控制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杜建英，也就是这个中庆后的2房太太。我们上一集讲过啊，杜建英啊后来跟这个中庆后是结了婚的，有人说是在美国登记结的婚啊。结了婚之后呢，杜建英啊在娃哈哈这个商业帝国里头位置就越来越重要啊。他首先当了娃哈哈的党委书记，同时呢又当了娃哈哈的总裁办公室的主任。娃哈哈我们知道啊，他是扁平下管理。中庆后这个人没有别的爱好啊，除了平时这个跟一些女的寻花问柳之外，其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工作，每天早上9点钟到企业，晚上12点钟才下班。那么呢，平时其他人都是直接跟他汇报。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总裁办公室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就是杜建英是参与他所有的会议，同时呢帮他贯彻整个企业的管理。所以那个第2个娃哈哈的掌门人事实上是杜建英。但是大概在10几年前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中庆后的长女，也就是宗馥莉在美国留学归来。留学归来之后，这长女那肯定是面临要成长的问题。而中庆后的儿子钟继昌当时年纪还小呢，钟继昌今年才27岁那你讲10几年才10几岁，所以呢，中庆后肯定要培养这个宗馥莉。那宗馥莉呢就开始坐镇鸿盛饮料。这鸿盛饮料嘛，因为有娃哈哈集团兜底，它其实不太可能做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你给娃哈哈生产纯净水嘛，娃哈哈来收购嘛，然后包括娃哈哈的一些这个商标然后包括一些染料什么这些所有的赚钱的都给你生产。所以宗馥莉就在鸿盛饮料开始了自己的商业生涯。最后呢，过了几年之后，中庆后又让宗馥莉开始进入到娃哈哈集团工作。一开始担任这个公关部的经理，后来呢又慢慢做了总经理，于是呢又做了集团的副董事长。但实际上宗馥莉在整个娃哈哈集团里头是没有股份的。那么这样一来杜建英就慢慢就开始淡出了整个娃哈哈集团。他在外面开始做一些什么双语学校等等因为那个娃哈哈集团本身也不是特别重要嘛，真正的商业帝国是这个后面这个看不见的娃哈哈嘛，第2大商业帝国嘛。但是这个问题在前2年钟庆后的身体出了状况的时候，慢慢开始发生了一些问题。钟庆后呢是在2年前被检查出来有癌症，因为钟庆后这人喜欢抽烟是吧？肺癌，于是呢就开始做了手术。据说这个手术预后不太好。那么呢，就是到这个去年的时候就身体就开始每况愈下就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娃哈哈搞他们自己的这个30年的大会，经销商大会，钟庆后还撑着自己的身体到了那个会场上。之后钟庆后就住进了杭州的邵逸夫医院。在整个钟庆后的治疗期间，他都没有离开过杭州。所以有些人也感到很奇怪以钟庆后的这个实力，按道理来讲，肯定应该选择更好的地方去治疗但我听到的是，人家邵逸夫医院治疗条件不差，而且全国各地的专家都可以到这来会诊，所以呢，治疗条件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到了今年的2月23号，当时澎湃新闻就率先得到了消息，说钟庆后病危。于是那媒体就开始关注说这钟庆后是不是真的出了问题？娃哈哈集团呢，于是就开始出来说，的确钟庆后是在医院里头接受治疗。然后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2月25号这一天上午10点钟，钟庆后就离开了人世。坊间传闻呢，就是杜建英这一家跟这个宗馥莉这一家围绕着遗产的争端，在钟庆后即将去世的时候，双方就已经争得有点不可开交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钟继昌是钟庆后的长子，今年27岁。事实上，早些
1、2年的时候，已经在娃哈哈集团里头开始做一些工作了。但是钟富利呢，已经是娃哈哈的总经理了。那么双方围绕着股权之争、继承权之争，就开始展开了明争暗斗。有人说，就是这个钟富利在这个钟庆后弥留之际，还让他签署了一个新的这个继承协议，就财产分割协议。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网上有传言说钟庆后呢一开始主张是让他的长子继承51%，而这个钟富利呢继承40%，但是钟富利不干。那么为什么会出现2月25号在网上铺天盖地的针对钟庆后的那样一种宣传呢？有人说是这个钟富利这主导了整个的这场公关战。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让公众知道钟庆后还有另外的儿子和女儿。实际上钟庆后还有2个儿子呢，除了这个钟继昌之外，还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就是我说的跟他的一个别墅管家生的，今年只有7岁那么钟富利呢，希望获得更多的财产，所以他就必须要把钟庆后营造成一个这个布衣首富，然后民族企业家，然后呢一门心思为这个国家奋斗的一个企业家，而不是资本家。这样呢，他才可以名正言顺的以唯一一个长女的身份来继承这份家业。这是1990年宗庆后的女儿宗富利和她的妈妈施幼珍在一块吃饭的珍贵录像，场面看起来十分温馨。女儿包家去，妈妈给女儿夹菜，但这个画面却唯独缺少了宗庆后的身影。那她正在忙什么呢？她这时正为着当地的教育事业操碎了心。画面中骑着自行车的宗庆后正是利用下班的业余时间跑遍了当地近40所中小学，找老师座谈，了解疾苦，为孩子办实事，带去欢笑。但他也为此牺牲了自己和女儿相处的时间，就连女儿想玩的游乐园也没有时间带她去一次。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就是钟富利在钟庆后去世之后不久，很多开发商就跟那媒体开始抱怨，说拿不到货，说这个非常非常紧张，说很多地方拿不到娃哈哈集团给他们发的货。同时的确有一些员工也在抱怨，说这个工资在降，按道理来讲你销售好了吗？是不是你工资应该涨吧？结果那奖金呢已经降到了几百块钱，在杭州这个地方说一个月的收入，所有的奖金和工资加起来只有5000块钱左右。那这个确确实实是很难生活的于是呢就有一些人离职。所以有些人就说杜建英这一派这个家族这一派跟这个钟富利这一派围绕着这个遗产的争端，最终导致了7月15号这一天，钟富利发了这个辞职信。因为这个股权没有过户到钟富利名下。而钟富利呢，有人说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也是以退为进。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时机的选择了吗？因为时机的选择就是在3中全会召开的第2天。然后他还说了，说民营企业是吧？上城区政府给人感觉好像一个民营企业在现有的情况下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没有办法继续经营了。娃哈哈的每一瓶水里边都流淌着宗老先生的人品温度。老爷子的人品和修行，估计你们几个这辈子也够不着至于宗姑娘有没有他爹那个能力，这个我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全国亿万消费者的道义支持，我认为这就足够了。我听到内部人的消息跟我说说这个辞职信发完之后的第2天，上城区政府就派人到了娃哈哈，开始主导这场家族内部的股权纷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7月2号这一天娃哈哈发了一个声明，说钟富利经过各个股东之间的友好协商，重新回到娃哈哈集团履行职务了。好像整个这个事件大幕算告一段落。但是过水无痕，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整个这件事情现在是面对着这个公众的舆论算是压下来了。钟富利也算回到了娃哈哈这样的一个集团履职但是在我看来，这件事情我有几点想说我说第一点其实我们仔细看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其实宗庆后本人过去长期以来在媒体中营造的这个形象，跟他真实的形象确实有非常大的反差。所谓的布衣首富，所谓的民主品牌，但其实呢，
他本人曾经有美国的绿卡，他自己的孩子都是美国籍，他自己的女儿拿的是香港护照，他自己的家族企业控制着整个娃哈哈的整个的从生产到销售到研发的全产业链，而这些企业其实全部都是境外离岸公司在国内设置的合资企业。那跟媒体之间这个人设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所以你看，钟庆后这个人是非常之聪明啊，就是有了一个娃哈哈的集团，这个娃哈哈的集团表面上还是一个国有企业，国有五占大头嘛，但实际上自己的家族企业又控制着整个自己的商业帝国。我还不知道现在我们的网络的后台啊，还是在美国人手里，还是我们自己手里？对，是吧？Pony，你回答一下，网络后台在你的手上，还是在美国人手上？Pony 现在很怕看到钟老师。刚才钟总在开会前已经跟我投诉了很多啊，就是我跟他解释了一下，就说现在的确是处理网上，特别是微信里面的这种谣言信息，是我们一个当前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和任务。过去1年半时间，我们花了大量的精力去处理很多的这种不假的这种虚假的这种谣言的这种处理的机制。我们希望能够尽早的能够发现，因为它很多谣言是在群里面暗中传播。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几乎所有该看的人都看了，然后这个谣言的伤害已经造成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对我们的谣言的这种发现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它在爆发初期的时候能够尽早发现；第二是能够溯源，能够找到这种恶意的这种分子。事实上，这个时候已经涉嫌到这个犯罪行为了，因为它这种是，事实上也在各部委的这种关注下吧，应该说包括公安的这种配合，我们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我觉得这个后续我们再加强，希望钟总能够满意啊，谢谢。没了，我是马总，我真的还希望了解一下啊，我们的服务器也好，这个后台也好，到底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哎，为什么？这个也牵涉我们国家安全问题啊！你这个大数据啊，全部是在美国的后台，是美国的话，我们没有机密的，什么都被人家掌握了。钟总，这我倒跟你说，他那个服务器确实在中国的啊。其实很多人把钟庆后打造出这样的一个人设啊，他们从某种角度来讲都被利用了。按道理来讲，一个企业家，他其实是哪个国籍，在我看来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是给市场中间提供这个非常好的商业产品，只要满足了市场需求，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至于他在哪个地方办企业，是不是一个离岸公司，在我看来都不重要。但是这个企业的真实情况，但是却有必要让公众知道，就是你这个家族是由离岸公司控制的，在国内成立的合资企业，然后你们的家族这些人在美国都有绿卡，然后或者是都有美国的国籍。明明是美国的国籍，明明拿着美国的绿卡，然后又把自己渲染成一个民族企业家，然后呢为这个国家来争光，这个在我看来就有一点不妥当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嘛，对吧？你钟庆后现在那几个孩子都是美国籍嘛，你钟庆后历史上你不也是拿着美国的绿卡吗？你的公司都是离岸公司在中国设立的控股公司嘛？这个我觉得有点在利用这些网上的民族情绪，这个不好，我自己不喜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围绕着钟庆后家族啊这个财产纷争，现在你别看这个钟富利已经回到了娃哈哈上班，但其实股权之争可能还刚刚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啊，就我说的，娃哈哈这样的一种商业构架，它其实很难做清晰的财产划分，因为你上游、中游和下游都是密密麻麻自己的家族企业，这些家族企业在钟庆后在世的时候，几个子女之间的利益是可以摆平的，但是一旦要是钟庆后不在了，这几个人分家之后，那么之间过去合作的关系就可以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竞争关系，而这种家族之间的竞争关系啊，有的时候也是无比惨烈呀。你想想，你也生产纯净水，我也生产纯净水，你也生产八宝粥，我也生产八宝粥，凭什么？那这个利益怎么划分？怎么区隔？如果没有一个像钟庆后这样的一个掌门人在，那就得靠股权。但是现实中，实际上你没有办法通过股权划分来清晰的把这个产业链中不同的位置进行区割。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别看娃哈哈这家企业做的这么大，
但它仍然不是一家现代企业，它仍然是一家传统的家族企业。而这种传统的家族企业在面临权力传递的过程中间，可以说是危机四伏。说句心里话啊，我对宗庆后家族内部的这些子女之间的权力斗争、利益斗争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我有兴趣把这东西披露出来，让公众知道，其实宗庆后不是只有一个孩子，他还有2个儿子，还有一个姑娘。更重要的是，我关心的是这家企业会不会在权力的更替过程中间分崩离析，还是顺利的过渡成一家现代企业，从而为整个市场中间的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但在我看来，现在后一种的可能性可能更大。等待整个娃哈哈集团的未来的可能还会有一方血雨腥风和暴风骤雨。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的父亲，他是一个专注执着的人，信仰和梦想始终占据了父亲的全世界。他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他的一生都是为了娃哈哈这份事业，为了所有员工及背后无数家庭的幸福。他曾据理力争，在和法国达能纠纷中，把民族品牌牢牢地把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他说，我这个人也没什么大的爱好，每天就是工作，根本没机会出去花钱。但是我身后有2万多的员工，有50个家庭，我要维护他们的利益。他经常说，我的人生目标很简单，就是踏踏实实把企业干好，让员工安心工作，舒畅生活，为国家多创造利润，为民族富强尽绵薄之力，为实现中国梦尽一份责任。我会接好父亲递出的接力棒，听党话，跟党走，始终把热情与希翼，坚持信念与理想，将品牌和企业传承下去，坚持实业报国，把这一条攀登路走宽、走广、走出特色。